喜茶的羽衣鲜体瓶上架10天卖了160万杯，元气森林靠零卡零糖狂销数10亿，连蜜雪冰城都悄悄把檸檬水的糖分降了20%。最近几年，零糖零卡饮料的地盘越来越大，健康茶饮的风也吹得越来越猛。走到饮品店，大家都習慣性的点个3分糖、5分糖，甚至還有人直接選擇無糖，主打一個喝小甜水也要輕負擔。當整個飲品行業集體換上健康馬甲，與其說年輕人口味變了，不如說他們是開始輕養生了。2018年，元氣森林帶着主打零卡零糖的赤蘚糖醇氣泡水問世時，不少人覺得喝甜水還怕胖是矯情，但短短幾年市場就給出了答案。2024年中國無糖飲料市場規模突破401.6億元，較2023年的240億元大幅增長，預計2028年將達815.6億元。新式茶飲的無糖訂單佔比從2021年的12%飆升至2023年的47%，翻了近4倍。傳統瓶裝飲料巨頭們的轉向更是直白。2024年，可口可樂的經典無糖款年銷量近97億瓶，同比增21%，纖維加3年銷量翻了1倍。百事可樂專為年輕人推的無糖生可樂，2024年在18到25歲人群中滲透率超27%。本土的農夫山泉東方樹葉勢頭更猛，年銷量增32%，成了很多人的囤貨首選。飲品圈集體健康化轉型的背後，是年輕人用消費投票，哪怕只求個心安，他們也願意為無糖買單。直觀的健康焦慮成為了轉向的催化劑。22歲女孩每天2杯奶茶喝出2型糖尿病的新聞登上熱搜時，愛喝奶茶的年輕人對照着糖尿病早期症狀表現，線上就給自己確診堂前。雖然大多數是杞人憂天，但根據國家衛健委真實數據顯示，我國18到29歲人群中糖尿病患病率已達 3.2%， 是10年前的2倍還要多。而20到39歲人群中，每10個人就有1人處於糖尿病前期。互聯網上也有越來越多年紀輕輕就確認糖尿病的案例。在這種健康憂慮下，控糖成了本能選擇。但回看這10年，年輕人的消費習慣早已被重塑。新式茶飲借着社交媒體營銷和互聯網的東風，幾乎從偶爾嘗鮮變成了日常消耗品。它不再只是一杯甜水，更成了承載社交連結的媒介，消解壓力的出口，甚至是情緒代償的容器。已經深度嵌入年輕一代的文化認同機理，早已不再是可輕易剝離的消費選擇，而成為一種特定的生活儀式。茶飲品牌敏銳捕捉到年輕人的矛盾心理，既難以放棄奶茶這種綁定了太多額外價值的單品，又為健康風險焦慮，於是健康茶飲就是量身定制出來的替代方案。喜茶的超級植物茶系列，羽衣甘藍雖未立先體，但健康代餐的核心定位在小紅書獲得13億曝光，成為現象級單品。奈雪的芋油乾瓜油效果有限，但能減輕心理負擔，仍吸引消費者大排長隊。這種求心安的消費背後，是品牌對 Z 世代心理的精準拿捏。他們需要的不僅是健康生活，更是一種健康生活方式的符號。新茶飲早已超越飲品功能，成為 Z 世代構建身份認同的社交貨幣。他們用消費完成對自我管理的儀式化確認，用品牌符號為身份認同蓋章。而且中國人的糖攝入問題不只是奶茶的鍋，還和中國人的飲食習慣有直接關係。從吃的東西來看，傳統的中餐主要吃的是穀物，但最近這些年食物加工的越來越精細，以前常吃的糙米雜糧慢慢被精白米麵取代了。這些去掉了麩皮和胚芽的精緻碳水化合物，讓血糖升得特別快。比如白米飯的升糖指數在70到90，糙米只有50多。長期吃精緻主食會讓血糖忽高忽低，身體對胰島素的敏感性也會降低。更隱蔽的是隱形糖，紅燒肉、糖醋排骨等家常菜做時要放不少糖，一份普通糖醋里脊含糖量能達50到75克，甚至有些看似健康的瓶裝涼茶，每100毫升含糖量也有9.5克。這些糖分悄悄累積，成了健康隱患。除了糖尿病，糖分攝入超標帶來的另一個健康問題，很多人根本沒有意識到。摸摸你的頭頂，你的頭髮還在嗎？公開數據顯示，我國脫髮人群超2.5億，每6人中就有1人受此困擾。而研究發現，82%的脫髮患者存在餐後血糖波動過大的問題。營養科醫生的觀察給出了線索，過量糖分攝入會刺激胰島素大量分泌，進而誘發腎上腺分泌更多的雄激素。這種激素就像是除草劑，會直接攻擊到對雄激素更敏感的頭皮毛囊，造成毛囊萎縮，讓頭髮提前進入休止期。原本能長3年的頭髮，可能不到6個月就脫落了。而且高血糖引發的多元醇通路亢進，會導致毛囊細胞處於一個脫水狀態，就像蔫掉的蔬菜，缺水的毛囊無法支撐起頭髮生長，從而導致髮絲變細變軟，容易斷掉。再者，長時間的吸收高糖分食物會抑制住毛囊對鋅、鐵等微量元素的吸收，這些營養素就像頭髮的肥料，缺乏它們頭髮就會像貧瘠土地上的莊稼，越長越差。所以現在人們經常有的一個疑惑，明明幾十年前的老照片上，大家髮量都還很可觀，今天的大家怎麼頭頂這麼稀薄的呢？就很好解釋了，除了現代化生活帶來的習慣性熬夜、壓力等問題，糖分對咱們這代人來說太過易得，工業化的高度發展使得我們不知不覺間攝入過量糖分，不斷刺激頭皮毛囊，脫髮人群日益擴增，也越發年輕化。
清華大學發表在 Nutrients 上的一項研究表示，與不喝含糖飲料的人相比，每周飲用超過7次含糖飲料的人，罹患雄激素性脫髮的風險增加了3.36倍。而且大多數年輕人不知道的是，这種雄激素性脫髮是進行性發展的，也就是說，一旦毛囊開始萎縮，脫髮情況會逐步加重。根據中國雄激素性脫髮診療指南，早期診斷和早期干預十分重要。指南中肯定了外用5%米諾地爾的干預方式，無論你是多大年紀的脫髮，只要毛囊沒有閉合，都能逆轉毛囊微小化，加速毛囊進入生長期，讓頭髮恢復正常生長。堅持使用，髮量回春了，就不羡慕前人了。总而言之，在糖分摄入超標帶來的糖尿病、脫髮等健康焦慮之外，健康茶飲流行的背後是 Z 世代成長於消費主義與社交媒體營銷的鼎盛期，高強度的信息滲透早就重塑其消費決策邏輯。當每日飲用鮮體瓶能否變瘦成為搜索熱詞，當秋天第一杯奶茶的社交儀式被群體性複刻，个體的消費行為實則已嵌入消費主義的符號鏈條。當然，新茶飲作為與 Z 世代深度綁定的文化符碼，其價值顯然無法被簡單否定。它既是圈層認同的媒介，也是代際區隔的標識，承載着遠超飲品本身的文化意涵。這種嵌入性使其難以被粗暴剝離。健康茶飲的流行固然離不開品牌營銷的推波助瀾，但更根本的驅動力在於精準回應了 Z 世代的健康焦慮。健康茶飲提供了一種妥協方案，某種意義上是這代人在被異化的生活中試圖重構主體性的微弱嘗試。